公元前196年，长安长乐宫，一位35岁的男人被押赴刑场，他的罪名是谋反。行刑之前，刽子手在他脸上刺字，这是情面，然后割去他的鼻子，这是缢刑，接着砍断他的左右脚，这是月刑，再用荆条抽打致死，这是痴杀。最后他的头颅被砍下，悬挂示众。但这还没完，他的尸体被当众剁成肉酱，他的父母、妻儿3族之内全部诛杀。这个男人叫韩信，3年前他还是楚王，是这片土地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。7年前他是齐王，手握重兵，横扫天下。9年前他是刘邦亲自登台拜封的大将军，统帅汉军与项羽争雄。从大将军到相国，从齐王到楚王，再到被贬为淮阴侯。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把王、侯、将、相这4个字全部集于一身的人。侯是他人生最后的身份，也是他生命的终点。这个侯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终其一生难以企及的天花板，对他而言却是从云端跌落的最低点。韩信生于公元前231年，淮阴今江苏淮安人，是一个曾受胯下之辱的少年。他的出身低到尘埃里，是平民，贫困，寄人篱下。早年曾在亭长家蹭饭，被人家妻子嫌弃；曾在河边钓鱼，饿得快死，被朴母一顿饭救活；曾在街头被无赖拦住，当众从对方胯下爬过。这样的人，谁能看出他日后能封王拜相？秦末乱世，他先投项梁，后投项羽，始终是个无名小卒。直到转投刘邦，依然只做个管粮仓的小官。他心灰意冷，趁夜逃走。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，萧何月下追韩信，刘邦登台拜大将，从此一个时代属于他。汉元年即公元前206年，韩信领兵平定三秦。此后4年，他用兵如神，一路凯歌。蒲坂之战，他声东击西，拿下魏国都城安邑。景靖之战，他背水一战，以3万汉军击溃20万赵军，成就了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。渭水之战，他水淹齐楚联军，斩杀楚将龙驹。垓下之战，10面埋伏，4面楚歌，逼得项羽乌江自刎。他平定了魏、赵、代、燕、齐5国，每战必克，每克必全。萧何说他是国士无双，蒯彻说他是功高无二，略不世出。后人把他与秦国名将白起并称韩白，尊为兵仙。但是功高震主从来不是好词。这位35岁的男人留下了历史上永远让人意难平的结局。公元前201年，刘邦开始剪除异姓王，韩信从楚王被贬为淮阴侯，软禁在长安。4年后，陈豨起兵造反，刘邦率军平叛，吕后与萧何密谋，诈称陈豨已死，召韩信入宫祝贺。韩信一进宫就被埋伏的武士拿下，吕后给他定的罪名是有人告发你与陈豨共谋造反。史书上没有留下他辩驳的话，但所有人都知道那几年他被软禁，门都不出如何谋反。他临死前只说了一句：吾悔不用蒯彻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灾？我后悔当初不听蒯彻的建议，如今竟被一个女人骗了，这不是天意吗？然后就是开头的那一幕，5行加身，3族诛灭。900年前，公元1058年的嘉佑3年，48岁的邵雍一路向西，来到陕西刘坝县的张良庙。他写下了一首题刘侯庙，赞张良灭相兴刘如副手，卷书天下作仇日，羡慕他功成身退，从赤松子游。但写完之后，他可能想起了另一个人，同样是汉初3杰，张良善终，韩信被诛，同样功高盖世，一个履虎尾而不救，一个兔死狗烹。史书上没有记载邵雍当时有没有去附近的马道镇，那里有韩熙业长的遗迹，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发生地。
也许那里曾有一座小小的淮阴侯庙，也许没有。但伊川吉壤集里题淮阴侯庙10首，紧挨着题刘侯庙编在一起。这10首诗是邵雍对韩信的追问，也是他给普通人的提醒。邵雍认为韩信原本有机会像张良一样全身而退，但300多年后，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斩钉截铁地说，不可能。谁说的对呢？其实真正值得我们追问的是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功名利禄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在职场上的每一次晋升，在生活中的每一次要不要争的犹豫，其实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：功名利禄到底该怎么跟他共舞？是像韩信那样一路猛进，直到退无可退呢？还是像张良那样功成身退，及时抽身呢？还是像邵雍那样根本不上牌桌，冷眼旁观？邵雍的这10首诗，从10个不同的角度，让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边，看见韩信命运的同时，也启发我们自己脚下的路该如何去走。